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行为主义的取向哈，或者英文称之为 behaviorist 的 approach。那 behaviorist 当然代表的就是 behaviorism 哈。那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的发展上面哈，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也是在20世纪的上半期哈。那么从早期的 John Watson， 然后到后来的 B.F. Skinner 哈，那么行为主义呢曾经是整个主流的一个心理学的这个看法哈。那么根据行为主义的这个看法哈他认为说我们的行为主要都是透过环境或者外在的条件哈，那么这个制约这样子学习而来哈。所以我们在行为上面的这些个别的这个差异哈，主要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验到了各种不同的学习的经验哈。所以个人的行为其实是不断的由个人的各种的特质跟环境中出现这个条件或者这些变相，那么交互这个影响这个结果哈。那么更具体的说我们在谈行为主义的时候，或者行为主义的这个取向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两种制约的方式哈，就是英文称之为 condition 的方式就是外在的条件如何去塑造或者形塑我们的行为一个是所谓的操作制约，另外是一个古典制约哈。那么操作制约其实从我们这个简单的示意图来看我们讲的就是说，当一个特定的刺激出现，然后我们对它做出一些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如果后来得到正的一些效果，或者所谓的酬赏的时候，那么就会加强当这个特殊的刺激再次出现，我们会再次做出这个行为的这样之间的这个连结哈。这个大概就是所谓操作制约或者是工具性制约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示意图当初这样的一些想法都是在利用这个动物老鼠身上这个做出来的。那么从这个示意图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下面的部分是一个很标准的所谓史基纳箱Skinner box， Skinner 发明然后用来训练老鼠做这些制约的行为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把一只老鼠放进这个笼子里，原来老鼠并不会做出这个按压把的行为就是按在这个墙壁上面有一个金属的把它按下去。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操作的制约，可以让它学会说，我一旦按了这个键我就会得到这个食物那所以我们的性格或者这些行为的在我们跟别人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么别人对我们的行为的这个称许或者是赞赏或者是同意或者支持等等，都可以作为这种所谓的正向的这个增强或者是酬赏，它可以去让我们的行为或者性格朝某个方向来这个发展那么这个是一个制约的这方式，还有一种是更古典的我们称之为古典制约。那古典制约可能是跟我们很多在情感的情绪上面的或者情感的感受的这些这个连接会有相关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的这个示意图，这是一张很可爱的这个示意图原来这个狗狗当然是看到真的好吃的这个牛排会留下它的这个唾液准备要来吃来消化这样的可口的这个牛排。那另外我们给它一个铃声那这个铃声当然本来并没有任何可以去诱发它要准备进食的这些行为，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铃声跟这一块牛排经常的连接在一起之后，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铃声以后就会变成是好像这个牛排的代表物所以一听到铃声，狗就已经开始垂涎三尺准备要吃牛排。那这样的经验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也经常的发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然后就会做出一些情绪的反应，有的时候不见得都是正向，有的时候是负向。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可能就是透过了这种古典制约的这个连结，它所造成形塑行为的一个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说，在行为主义的这个取向里面，其实也非常强调，我们可以透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到底会得到一个正的效果还是一个负的效果，来做这种观察性的
就是 observational 的 learning 而不见得你都要亲自的去尝试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观察他人的行为以及他人行为的后果的话呢，也可以成为塑造我们行为还有我们乃至于我们性格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行为主义，从大家我们刚才上面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行为主义非常的着重于聚焦于说环境的这些变相如何来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行为还有性格的这个塑造，恐怕它具有这种非常被动的受到环境形塑的我们难以去控制的这个力量来去来塑造我们的这个性格那这样的观念它就是非常的强调环境的这个变相。那这种环境的变相来影响或者改变的行为，其实在临床心理学还有整个的性格理论，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把行为主义应用到这个临床心理学里面以后在1950年代曾经有相当的一段的时间有所谓的行为治疗以及跟后来再衍生出来认知行为治疗，那这个都是反映出来行为主义对于说这种行为还有我们的性格的影响这样的一种看法它可以衍生出来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也因为行为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取向非常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而缺乏了对个人的这个自主性的这个重视，而受到一些批评。那但是呢，行为学派的学者就会怎么样来defend 自己，就是说因为你看到就是说大概你认为说性格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变相你会期待说他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做出一样或者一致的这个行为，但是这样子的跨情境的行为的一致性不见得所有的时候都会被观察到，而这个正好成为行为主义学派批评其他的学派说是不是真的有性格这样的一个变相，还是说其实主要的部分都是环境在影响我们的行为乃至于性格的，这样的看法才是对的。